就是胸腔下端的开口有点太巨了，它得向外扩开，这个部分比较靠近体表，它得打开。然后这个肌肉的层次有点平，要注意一下体积。这边呢是往侧面拽，这边是胸大肌的厚度，这是底部的厚度，注意一下它的体积。然后肩三角肌往上抬的时候，下面这条轮廓就没有这么弯了，它就不要拐下来了，但是会被向外拽，被拉扯之后略微平一些，锁骨外端和肩峰都被隆起的肩三角肌遮住。这个部分应该是这个样子。这边也是肩三角肌的胸大肌的厚度，肩三角肌两个拐点，它整个外轮廓形状是这样子。这个弧度应该向下，下面这个也是，就是画平了。而且胸大肌的比例画小，这胸大肌怎么这么小？胸大肌的这里有一个饱满的厚度，然后肩三角肌和胸大肌之间的边界，然后肩三角肌的指点，这个指点一定要先确定，从起点连到指点，指点画到这里就不对了。他手臂往这边转，手臂的外侧面转到了前面来，那么肩三角肌的指点呢就在中间，这个要先判断清楚。像这个胸腔角度呢就不太对，这个是锁骨头，锁骨的下端上来的这个圆面，这个呢差的不多。然后呢是胸骨剑突，这个都问题不太大。然后就是下面这里啊，它手肘在这个位置，然后腰部最细的地方也在这个位置，这个位置呢距离脐孔大概靠上一点，这里就是胸腔的下端点。这一侧胸腔距离体表近一点的地方在这儿，然后大概呢也不会太近，但是也不会太远。然后这里呢，这边呢，这个胸腔的轮廓不会超出体表。然后刚才说你这个角度不太对，就在这里，这一侧画小了，这一侧画大了，就是胸腔稍微的有点正。肱骨这个锁骨这里呢问题不大，主要是胸腔下面的这个锁骨头，从锁骨头的下面出来是胸腔上端的圆面。看体表的外轮廓，这里是鼓的，到这个位置是收进去的，这是脐孔稍微靠上一点的位置。那么这个胸腔大概齐就会到这儿，然后胸腔最宽的地方第8类，距离体表比较近，距离体表最近。往胸腔下端开口呢，找2个这种转折点，让它看起来偏方一点，有这种空间感就可以了。后面这条轮廓就没有太多的要求了，就是比前面这个低一点就可以了。这个胸腔基本造型是这样。先把这个胸腔在人体中大概是什么形状，把这个胸腔的基本形状先掌握，然后把胸腔放到人体中去，然后再来说其他的。在图片中画完了之后呢，给它拿到空白的地方。好，这个胸腔大概这么大，按照这个比例呢，这个人体的颈部圆柱、手臂圆柱，要把这些比例看准确。然后它肌肉的关系主要就是胸肌和肩三角肌。然后这个胸大肌的形状，在这里它有一条饱满的外轮廓，这里是下边缘，这个形状符合模特，然后找它的起点和指点，这个肩三角肌被顶起来，它俩一起指点被拽过去，让它俩一起绕到这个圆柱的后边，这样的话就可以了。下面也是相同的问题，判断好这个柱体的朝向，通过这个横截面的大小来交代它的朝向。这个脖子呢就比较扁，就是没有太大的角度变化，所以说它的横截面就比较扁。肩三角肌的基本形状，这里分别有2个拐点，这个形状要贴切，要符合模特身上看到的，包括这个胸大肌。然后它这个肩三角肌呢是结束点是往前转的，这个手臂是转过来的，所以说它的肩三角肌指点在手臂中间。那通过这个呢，也能交代出手臂的状态，它是朝向哪边的。可以再放松一点，就比如说拿这个位置说，那我在这画一下，这个肩胛骨开启确定了，肩三角肌，然后手臂的圆柱，就别太把这个线条当回事儿，主要就是在画结构、画关系、画造型。把注意力多放在这些上面，这个线就不会太工艺了。你这个肯定是更多的精力都放在线条上了，想要画出比较流畅、比较顺滑的线条，可以往这种感觉上走一走，不然的话这样的
画面呢看的都比较平。这个胸腔呢没有放到这里边，但是看着好像问题还不大。然后这个脖子的角度不太对，这个横截面如果这么大的话，应该是低头的。这个脖子是挺起来的，所以说横截面呢比较细。然后这边的肩三角肌前束和中束之间的这个轮廓边界不是这么直的，前束穿到中束下边，然后这个手臂再往前转，所以说肩三角肌的结束点呢在手臂中间这个位置。这个肩三角肌看起来是这样子的，中间这条边它是一个拉长的一个 S 型，一个弯的形状，前束结束点穿到中束下面。下面这个脖子也是相同的问题，它脖子挺起来的话，横截面就会比较扁。后边的这个斜方肌可以不用画，脖子后边这里，我们一开始画的这个呢，是为了理解它的结构关系、空间方位，知道它在哪儿。然后这个时候画的时候就可以不用去画，你知道就可以，知道从这里出来就行。像胸大肌这里呢，用饱满一点的线条，这个肩三角肌稍微小了一些。这个还不错，问题不大。胸腔感觉稍微的短了一点点，在人体当中，先确定这个，在七孔靠上一点的位置，大概在手肘这个位置，